神秘的星际访客3I Atlas 到底是彗星还是外星飞船？今天终于真相大白了。就在前几天，2026年4月初，欧洲航天局 ESA 突然放出了一份绝密报告。这份报告来自正在前往木星路上的 JUICE 探测器，它在几千万公里外，用一种近乎偷窥的角度，彻底揭开了这个星际访客的真面目。结果怎么样？那些坚信它是外星飞船的人可能要失望了。但先别急着划走，因为真相远比外星飞船更让人震撼。去年7月，星际访客3I Atlas 从太阳系外闯进来的时候，表现得非常诡异。它没有像普通彗星那样拖着长长的尾巴，轨道还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加速。这时候，哈佛大学的阿维勒布教授坐不住了，他直接抛出一个重磅炸弹。这东西可能是一个人造物体，甚至是外星文明的光帆或者母舰。你想啊，一个不冒烟、没尾巴，还会自己加速的深空天体，除了外星科技，你还能想到啥？当时网上那叫一个热闹，支持派和反对派差点没打起来。就在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孤胆英雄已经在暗中观察了，他就是欧洲航天局的 JUICE 探测器。你可能会问， JUICE 不是去探测木星的卫星吗？怎么管起彗星的闲事儿了？我来告诉你，这事儿纯属巧合。去年11月，JUICE 往木星去的路上，刚好经过3I Atlas 附近。你知道吗？最近距离只有6000万公里左右，对于深空探测来说，这简直就是脸贴脸了。科学家们赶紧临时修改程序，让 JUICE 打开了5台最牛的科学仪器，对着3I Atlas 一顿猛拍。但奇怪的事儿来了，既然是去年11月拍的，为什么直到现在，也就是2026年4月，我们才看到这些数据？这中间消失的5个月，科学家们在干嘛？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在秘密开会讨论怎么瞒着我们呢？我跟你说，真相其实很憋屈。当时 JUICE 距离太阳太近了，那里的阳光能把探测器直接烤化。为了保命，工程师们不得不把 JUICE 那个巨大的高增益天线转了个身，把它当成一把巨大的遮阳伞挡在太阳前面。结果呢，遮阳伞是挡住了热量，但也挡住了信号。天线指着太阳，就没法指着地球发数据。所有的观测数据只能先存在探测器那小的可怜的硬盘里。直到今年2月中旬，JUICE 跑到了安全地带，才分2次，每次11个小时，像挤牙膏一样把这些珍贵的数据传回地球。科学家们又熬了2个月进行分析，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劲爆内容。好，不要着急，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正题，看看 JUICE 到底发现了什么呢？第一个发现，直接给了外星飞船论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来，先看图，这是2025年11月2日，即3I Atlas 距离太阳最近距离仅4天后，JUICE 的成像光谱仪 MAGIS 拍的图像。MAGIS 光谱仪发现，这颗彗星每天竟然在疯狂地往外喷水。喷多少呢？每天喷掉相当于70个奥运标准游泳池的水量，每秒钟就有2000公斤的水蒸气冲向太空。你见过哪家的外星飞船是靠喷水前进的？这分明就是一个巨大的正在融化的脏雪球。虽然它比我们太阳系的哈雷彗星喷的少点，但比起一般的彗星，它绝对是个喷泉大户。这一下，它的彗星身份算是彻底坐实了。另外 ，MAGIS 光谱仪在11月12日和19日再次探测到3I Atlas， 当时它正远离太阳。到11月12日，释放的水汽量似乎并未显著减少，而11月19日的数据还没有分析出来，我们后续再看。第二个发现更有意思，是关于它的喷发方向。JUICE 的亚毫米波仪器 SOI 发现，这些水蒸气几乎全是朝着太阳的方向喷出来的。而且这些水汽居然不是从彗星的核心直接喷出来的，而是从它周围那些飞散的冰晶颗粒里蒸发出来的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之前看起来像个没尾巴的怪胎，因为它在给自己制造一个巨大的水汽防护罩。第三个发现是它的规模。JUICE 的紫外相机发现，这颗彗星带出来的气体和尘埃竟然在太空中蔓延了超过500万公里。500万公里是什么概念？能并排塞下快400个地球。虽然它是个外来户，但这排场真的一点不比我们本地彗星小。接下来我得给你看看这张最重磅的照片了。
Jules 带的那台叫 Janus 的科学相机，这次立了大功。他一口气拍了120多张照片，在这些照片里，你可以清晰地看到3I Atlas 的真身。它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光点，而是一个带着2条尾巴的星际幽灵。一条尾巴直指太阳相反的方向，那是被太阳风吹出来的离子尾；另一条则顺着它的轨道弯曲，那是它洒下的尘埃。最绝的是 ，Janus 还拍到了那些朝向太阳的喷流。这些喷流在照片里看起来就像是彗星长出的触角。通过红、蓝不同滤镜的合成，科学家们甚至能看清哪些地方是冰，哪些地方是石头渣子。这画质真的让你感觉自己就站在探测器旁边，盯着这个100多亿年前诞生的老古董看，对吧？说到这儿，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一次成功的科学观测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那你可就小看这次任务了。这次观测最牛的地方其实是在行星防御上。你要知道，以前我们盯着这些可能撞地球的天体，全靠地球上的望远镜，但地球的角度是固定的，万一天体躲在太阳后面，我们不就成了瞎子？但这次Jules在几千万公里外的深空，从另一个侧面盯着3I Atlas， 那时刚好地球上的所有望远镜看不到。这就像是我们在太空中多了一个移动哨兵，通过 Jules 和地球望远镜的联合观测，科学家们玩了一次高级的三角定位。3I Atlas 的轨道精度一下子提高了成百上千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未来如果有哪颗危险的小行星想偷袭地球，我们完全可以利用那些正在巡航的探测器，提前把它锁定的死死的。Jules 这次算是给全球的行星防御系统打了个样，只要探测器在路上，它就是地球的眼睛。别了， 3I Atlas它会带着我们的观测数据继续飞向深不见底的星际空间。它可能在100亿年前就在某个遥远的星系诞生了，见证了无数恒星的生死，最后却在我们太阳系留下了一串水汽和无数的争论。想到这儿，你是不是觉得宇宙特别浪漫又特别深不可测？我们人类虽然渺小，但能造出 Jules 这样的机器，跨越几亿公里去跟一个100亿岁的老兵打个招呼，这本身不就是一个奇迹吗？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。宇宙很大，人类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们从未停步。